好，今天要介绍的东西非常有趣。9月、10月都是大家换新手机的时刻，那有些厂商就是很鸡掰，他就是不附保护贴，也不附保护壳给你，但这时候没关系。我今天特别帮大家找了一组很完整的保护贴和保护壳的组合。大家有没有遇到很容易说玻璃保护贴，你放在包包里钥匙一撞或者尖锐物品一撞，它就裂掉了，很容易碎？那这个厂商非常厉害，他直接用机器去测那玻璃保护贴的抗压性以外，它保护贴的弹性也是非常惊人。那最扯的是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家厂商做保护贴做到说，他们店里是有无尘室去贴保护贴和包膜。那保护壳的话，大家有没有遇过？就是你保护贴贴完之后，你放上壳的时候刚好挤压到，因为保护贴跟保护壳是不同厂商或者是做工没有这么精致的。那这家厂商他也为了这件事情出了自己的保护壳，所以说整个产品线都是非常完整。我今天来介绍的就是这个小毫包膜的 HAO 5G 果冻贴跟 HAO 冲击盾。哇，我有问小豪说，你们这没有盒子？因为我很喜欢开箱的过程，但是也是蛮有趣的。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这个盒子有点浪费环境资源以外，他觉得那个成本可以省下来，让他的产品更加精致。所以我个人对他们的产品是非常的期待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做很多件事情。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会测这个保护贴在弯曲的程度上 O 不 OK， 然后还有它在抗压程度上，然后接着我们会试贴看看，然后配上这个冲击盾的保护壳，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如何。然后最厉害、最紧张的部分就是他们直接把店里的机器直接搬到了现场，我要在这边直接压那个抗压和夹那个保护贴，看会不会爆掉。哇靠，真的是超级厉害，我都觉得我快要变实验室频道，有点怕。好，我们就先请机器进场吧。好，这就是机器，垫一个这个卫生纸，我比较好转。那我这边的话，我会夹2片，这就是他们的小毫包膜啊，一只很可爱的动物在上面 ，HAO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拿出来吧。然后这个也有膜可以撕，所以如果你是爱撕筋膜人的话，这一集你应该会看得蛮爽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夹它吧。好，稍微这样子，那我把镜头位置调一下，你们比较容易看得到。好，我要开夹咯。这个长度刚开始这个位置应该差不多是在13.2公分左右，看超差的。就是要爆啦！怕爆！怎么还没爆啊？已经变这样嘞！它先爆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干超恐怖的。那我看一下它是几公分的时候爆的。我现在怕爆了，超像在爆破现场。现在是5.7公分，赶快把这转爆，我就解脱了。怕爆。好嗨哦！天哪！好，刚刚夹完了，然后它在4.7的时候才爆。哇，干，这太惊人了吧！这个你看，保护贴整个碎裂成这样，然后它的超级弯耶，它这个可以整个弯到快要近90度了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猛。好，算蛮漂亮的。好，这就是弯曲的测试，所以它其实小毫保护贴，它做到那种弯曲的角度其实很猛，就是隔壁已经爆炸了，它现在才爆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测试，也就是所谓的抗压测试吧。Go go！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给各位看一下这台这么猛的机器，现在它直接搬到我拍摄的现场，我是觉得干爹真的是很屌，这小豪真的是有吓到我。好，然后它其实这机器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这个底部这有一个尖头，等下再特写，然后它就是转这个滚轮的时候，它会往下压到那保护贴之后，它就会测它的压力大概在多少。那我们就先来开机吧。哇，这一次开箱个保护贴用到超多给息的。好，开机好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它的单位调成 KGF kilogram force 公斤力吧，千克力，然后就调一个峰值去拿它最高的值。然后你看，我先测试一下给你看，它就是这样压到之后，它就会计说现在最大的压力在多少。那我们先把它往上拉，归0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调一下我们的角度，来测试这个保护贴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撕这个一般的保护贴，然后来压看它可以抗压到多少，来撕膜咯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最常爆掉的位置应该都是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压位置就在那里。那我们先对一下位置，贴着，差不多在这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开压咯。好，归0。来喽。
看它这个其实在29.33的时候就爆破，非常的脆弱。然后压的位置还都已经稍微有点偏中间，不是到最边边，然后整个就玻璃贴就裂到了这里，所以这一片基本上就是爆啦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来测试小毫包膜的，那我们就来撕膜吧。然后一样，我们贴在它靠近边角的位置，稍微对一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要来开压咯。归零，好 ，Go。哇，42，这台机器只能到50啊！当然给我洗掉。哇，51，哦，它没有爆哎，怎样啊？再压一次好了，调一下，贴紧一点，归零，再压一次哈。干，机器压不爆哎！再压一次，再压一次。好，结论就是我压不爆它。这为什么压不爆啊？那如果调再一次嘞？好，我都压到60级，我很怕把这台机器搞坏啊！我压不爆哎！你看它这个基本上这边都已经凹进去了 ，HAO 的蛮神的啦，这一片竟然压不爆哦！终于测试完了，好，接着我们就来贴看这片保护贴和它的保护壳吧。Eventually， 终于回到比较舒服的场景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有测用机器压嘛什么的，然后我现在想说，我直接如果用钥匙去敲它，看看它会不会很容易爆掉，像这样敲这边角。那其实它都是蛮稳固的，它甚至连伤痕都不太有，这样它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保护贴是蛮厉害的啦，因为我通常最常听到就是有人钥匙敲下去，它就直接爆了。那你看我这个这么用力的敲它，并没有爆掉的感觉，所以它其实是都很完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要进入比较正常的开箱环节。然后我跟他们借了一台 iPhone 11，我们等下就会直接来贴他们这个包膜的部分，小毫包膜的部分。那在 iPhone 11上是完全没有膜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它擦拭一下。这个真的是测这种东西真的是蛮紧张的，很怕什么东西爆掉啊或什么的。然后在贴这种保护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灰尘很烦，因为有时候你擦干净之后，不是会拿那个胶带去粘嘛，但是它灰尘有时候还是会落下。那我会建议你，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，干脆直接去店里让他们帮你贴，因为他们有无尘室，无尘室就不会有灰尘在那边掉落。稍微调低一点，那我们就来施这个膜。贴完之后就是把这个气把它都推出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基本上终于贴上去了。那你也看到这边还是会有一个点，然后这边也有一个点。这个点就真的是我没有无尘室啊，所以我真的建议你，如果各位是要贴它的保护贴的话，我会蛮建议去他那边贴，因为他那边人会帮你贴好。然后他们这个保护贴是有特别经过一个东西叫做超级2强，就是好像有点像是多次强化下的感觉，所以它上面的涂层啊，或者是整个保护贴的品质都非常好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边缘，它其实就是上面这边开了一个洞，所以我那时候贴的时候就对这个洞，然后边边角角的粘附性其实很好，因为它有的保护贴你在推那气泡撕开再推回去的时候，它会有点就是翘起来，但它整个的稳定性很不错。然后目前滑起来的感觉是蛮好滑的，那整个也不大会有什么触控上的问题，还蛮滑顺。整个保护贴就是这一点真的是污点，就是我失手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再贴了。好，那我们来测一下它如果滴水跟滴酒精，它的那个涂层好不好？因为你有时候这样滑手感不错，有时候你滴了一些东西上去之后，涂层会被抹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滴一点水哈，它如果水滴上去的话，就是会变有点像这样，它就是一个水雾，所以它涂层是在，然后蛮好玩的，才会抗水。那如果是滴酒精的话，其实很多的保护贴都不会建议你直接把酒精滴上去，是因为你滴酒精，它的那涂层会被你酒精擦拭掉。那这边的话也多一点，酒精的话就会像这样，会有它的那个水滴的形状。那我如果直接用酒精去擦这片保护贴，然后再来滑动，感觉上其实
实是跟刚刚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涂层也都很好，因为像刚刚这样酒精抹上去，其实很多的薄贴它涂层就掉，但它这个薄贴是有点像它把保护贴的毛细孔打开之后，涂料下去之后，涂料会先进毛细孔咬住之后，它再上一层厚的涂料，所以它保护贴不会像一般那种烂的保护贴，就是一下涂料就没了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接着就是他们这个冲击盾的部分，那这个其实他们的壳很有趣，是我之前听说空压壳就是小豪他们那时候创的，那时候就是拿一个壳，觉得这个压起来空空的，他觉得很有趣，就叫空压壳，结果没想到整个大卖这样。那早期来讲，手机壳台湾没有厂商在做，但是自从有工厂是在台湾制作之后，他们就完全把手机壳的产线也都移到了台湾，所以他们其实这手机壳都 made in 台湾，所以很不错啊。然后手机壳是他们自家做的，保护贴也是他们自家做的，他们两个照来讲用起来是不会有密合度上问题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。但首先一拿出来就发现，哇，这个壳真的是通透度非常的好，这样整个镜头贴上去，好像感觉不出来说我的镜头有隔了一层，代表它这个的通透度是非常好。然后它旁边这个我们就来装装看看它是不是很好装。这只手机也是它借我，哇，这装上去其实也很好，就装上去，然后整个感觉就会像这样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说是它这个边框是有稍微再做高一点，所以说你看这里有没有看到它这个边框比它的萤幕再稍微高一点，这个效果就是它边框会去收集那个撞击力道，就不会直接撞到保护贴。然后可以看到说我刚刚这样自己乱贴的情况下，它这个边角啊其实都很不错都跟这个保护贴是蛮密合的。它刚好做到就是它这个边角会直接压在这个保护贴上，这边可以看到它就是压在上面，其实蛮精准。那代表我是不是贴保护贴技术也不错。然后再来就是这只手机他们借我的所以后面会有这个图样，他们的展示机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镜头保护贴的部分，你看它其实是高于镜头，你的镜头会直接在里面，那你就不会有平放的时候压到镜头的感觉。然后它这边的这个边角的地方，其实你摸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保护贴的品质好不好，因为有的是会刮手，但这一款是不会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满意的，这个真的很不错。而且通常我做这种防撞击的保护贴都会做得很厚重，但你看像这一款保护壳，我觉得它其实是很不影响手感的，就是这个边角这样子，然后整个的感觉都很不错。那镜头有被保护到，萤幕的部分也比较高，所以你不论是这样放它都不太会有伤到手机的问题。那看一下它的开孔的位置，它开孔的位置其实也都算开得蛮精准，就刚好压在那个孔位上，手感也都蛮不错的。好啦，那最后就是它的价格的部分，它这款冲击盾的价格是680，然后它的保护贴的话是1680。不过它现在保护贴很厉害的是，它还有送一款他们军规的防摔壳 ，HAO 的军规防摔壳也是680。然后蛮猛的是，我帮你们问到它的保固，它的保护贴半年保固。那如果你真的有不小心敲到，你只要去那边，然后付250块，它就可以帮你直接换一片新的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，等于是你1680是有点像是2片保护贴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是他们的门市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保护贴这种东西，看我已经贴得很尽力，但是还是会有这种灰尘。他们门市其实超级多的地方，我觉得应该很少台湾的观众会说我找不到他们门市。那他们门市的话有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市、新竹县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都有，所以基本上我会蛮推荐你们直接去他的门市找他们的人帮你贴，那这样子也比较不会有自己贴歪的问题。好啦，那我觉得现在其实保护贴的市场有很多是大陆工厂做出来，那它的成本很低廉的情况下，压缩到了很多价格，也造成说你东西一下就会坏。那虽然说你可能觉得你买的时候很便宜，但我觉得他们家的精神比较偏向是，他是很认真在做这款商品，他把成本拉得比较高，用的料比较好，然后也给你保护。虽然说它价格可能比一般的保护贴你想象中的高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的东西，本来就会有值那个价格在。好，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11月中我应该会去他们店里体验看包膜的服务，因为他们听说他们的旗舰店也是做的非常的 fancy， 而且你要想可以把我从摄影棚抓出去的店，基本上真的是像要无尘室这种等级才可以把我抓，因为我个人是很懒得出门的。好啊，那就是这款小豪包膜的冲击盾和小豪包膜的5G 果冻贴的开箱啦。那如果喜欢我这部影片的话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，悄悄，拜拜。